大家好，欢迎来到密集投资频道。今天是2026年的1月29日，星期四，我们来跟大家做一个复盘。那么大家看到今天的一个走势，应该心里面都有底了。今天是 SPY QQQ 这边是一起有一个回撤，但是呢，科技股这边它的回撤是更加的重，本质上呢就是资本开支这颗雷被点着了。那么目前为止，市场下挫主要就是微软大跌所拖累的。那么纳指这边的跌幅真的是比较的大，道指这边的话呢，它是相对的扛跌，但是呢也有一个回落。一般来讲，大家可以做一个笔记，一般来讲，美联储开会的第二天、第三天都是有一定的就是极端的行情的，涨的机会呢有，但是呢比较的少，所以说这个呢也是我们今天在会员群盘前我们就告诉大家，走势会比较的极端，而且呢现在标普已经卡在了7000点的一个关卡这里，那么上下的震荡也是非常的正常的。但是有没有机会可以做呢？一定是有机会的。那么美东时间10点57分的时候，你可以看到 不是 SPY，SYXL 在这里。那么你可以看到，就是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跟大家说有止跌，那么你短短的去做一波，日内你绝对是可以赚到非常不错的一个盈利的。那么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会员群朋友盈利的一个情况哈，一股赚4-5块钱，应该是非常的容易的。那么机会真的非常的多，关键在于大家如何把握。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会员群，来好好的体验一下赚钱的快乐。欢迎大家来扫码，或者是来点击视频下方描述栏的这个链接。大家付款了之后呢，最好在这个问答区这边跟我一起核实一下，因为最近骗子真的比较的多，很多人冒充我，不要理任何人的私信，好吗？那么在昨天我们跟大家预测的是微软，我是比较看好的，预测微软涨，但是今天微软有个大跌。那么特斯拉呢，我们预测是跌，那么今天是跌。然后呢，Meta 这边我们预测是涨，那么今天是涨。所以说这个预测还是不错的。但是呢，微软这边我没有想到它会跌得那么的厉害。那么我们就来跟大家进行一下分析。微软这次的报表数字是很好看的，一点都不难看。营收呢是812.7亿美元，同比增长17%。调整后的 EPS 是4.14美元。也是明显的高于市场的预期。从它的 Azure 到 AI 的服务管理层在电话会议上面也是强调了他们这个 AI diffusion 才刚刚的开始，这样长期的一个乐观。但是我一直在跟大家讲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但凡是今年 AI 相关个股的财报，你一定要看4个字，哪4个字？就是资本开支。因为公司在这次财报里明确的告诉你，他们在AI 和云上的投资还会继续的加码，所以说资本的开支会维持在一个高强度。只要是维持在高强度，我告诉大家，市场马上把它理解为什么呢？未来几季的利润率会被压，现金流会被占用。这样的话呢，短期看是看不到 AI 投入的一个尽头的。结果就是数据好，股价跌，盘中一度最高都是跌了接近13%，直接把整个软件板块和 AI 预期一起拖下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大盘有一个大跌的一个情况。然后呢，再来讲一下 Meta 这边是另一种极端，因为这一季可以说是实实在在的爆表。Q4 的收入是达到了598.9亿美元，远高于市场的预期。EPS 高达8.88美元，盈利能力强到离谱。但是扎克伯格在电话会议上面直接的说了一下，他们就说他们现在的开支也是非常的多的，又把所有的人拉回到花钱多少的一个问题上。他一方面告诉你广告业务很好，另一方面又在告诉你他们的 AI 硬件 Reality Labs 的投入会继续的冲。所以说呢，在 AI 这块要全面的加速。市场的反应是什么呢？盘后的股价先是大涨，随后呢，随着大家细读资本开支还有计划，波动变大。一部分人呢担心又要走回当年元宇宙烧钱的老路，所以说你看到的是业绩和股价都是有一个比较剧烈的双向的拉扯。再来说一下特斯拉。特斯拉这一次是一个非常微妙的信号，从数字上来看，它交出了2025年整个全年营收同比下滑的答卷，这个是特斯拉上市以来第一次出现年度营收的下降。按理来说，挑剔的华尔街肯定是要让特斯拉去大跌的，但是呢，马斯克这边的电话会议上是半公开的说，电动车业务的增长放缓，他们未来的重心会从传统造车转向更多的 AI 和机器人。那么资本开支要在接下来的2年里面翻倍，至少要砸到现在的2倍水平，而且呢还要拿出20亿美元给他自己的这个 XAI。
这个等于像是在市场已经有摊牌，短期盈利会被压，更多现金要投到一个高不确定的未来故事里面。但是呢，特斯拉这次居然没有像微软那样单日暴跌2位数，但是呢，市场重新给它打了一个高波动、高故事、可击低见，就是低可见性的一个标签。股价在高位是有一个波动加剧的，估值杀一轮，风险并没有消失，只是呢在消化。所以说呢，我们讲完了这3家公司的财报的情况，我们就可以看出这3家公司给出的并不是单一公司的问题，而是同一时代的问题。就是说，在 AI 的时代，大厂必须不断拉高资本开支，才能够保住自己的护城河。但是从股东的角度来看，资本开支报表就是全市场级的一个潜在的大类。为什么要这么说呢？我来跟大家分析一下。第一，就是这轮 AI 浪潮本质上就是基础设施优先的浪潮。我们可以看到，英伟达、微软、亚马逊、谷歌、特斯拉这些公司都是在同一时间扔出疯狂的资本开支的一个计划。比方说，他们要去建数据中心、买 GPU、搞自研芯片、扩电力和冷却，所有这些，我告诉大家，绝对不是轻资产的游戏。有分析估计，光是 AI 和云相关的资本开支，今年就会达到多少？6410亿美元，同比增长36%，到明年会拉到7390亿美元。而且呢，即便增速放缓到15%，台积电这边给出的是540亿美元的全年的一个资本开支，而且呢还会再涨32%，这些都从侧面印证了这些超大厂的烧钱的决心。第二，我们可以想象，高资本开支对于短期的利润会怎么样呢？一定会压利润、压现金流，因为对于这些所谓的七巨头来说，市场帮他抬高了估值，前提是你一定要把你的这个快速盈利的增长兑现好。讲故事归讲故事，但是呢，你利润我们是要看到增长的。一旦资本开支增速明显高于营收和利润的增长，利润率被压，现金流恶化，股东的耐心可是会被迅速收窄的。那么微软这一次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收入、EPS 都很好，但是就一句话，什么话？我要继续的加大投资 AI， 这个股价就扛不住。那么现在的问题并不是 AI 的生意好不好，而是说在财报上表现出来的那种未来2-3年都得继续砸钱的姿态，一定会让整个美股对科技板块的估值重新打折的。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想清楚这4个字，说错了，这4个字，资本开支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我觉得今年如果说大盘要崩，要一个原因的话，这4个字是逃不掉的，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好好的注意一下。第三呢，就是这个资本开支它会改变全市场的一个风险的偏好。当能源、银行、传统工业看到这些巨头不断的加码资本开支，他们就会面临着2个问题，一个呢就是资金成本，这么多钱要投到 AI 和云，那么就意味着资本要从别的地方流出。第二就是竞争的格局， AI 和算力基础设施如果被少数几家给吃掉的话呢，那么其他的公司就会被迫加入这场烧钱的竞赛，要么被边缘化。对指数来说，这就意味着高估值的基础上会叠加一层盈利有压力、现金流不确定的一个笼罩。一旦宏观稍微有点风吹草动，科技股是很容易从稳中枢变成放大下跌的。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今晚我们可以看到苹果它的这个财报就显得特别的关键。会不会去救市呢？一方面，苹果现在是今年道指里面表现第2差的成分股之一，它的股价从高点下来已经是跌了10几个点了，市场已经通过价格提前表达了一部分的担忧。但是呢，另外一方面，这一季的基本面预期其实不低，营收有望创历史新高，靠着 iPhone 17换机、服务收入增长和中国市场恢复来撑。EPS 也被预期2位数的有一个增长。那么华尔街现在对苹果的要求是什么呢？就是说我希望你可以拿出一份稳定增长的成绩单，但是呢，我还要你告诉大家，你在 AI 时代不会落后，否则的话呢，你就会被贴上慢半拍的一个标签。苹果之所以在去年有一段时间非常的消沉，就是因为很多市场的投资者他是不看好苹果的 AI 的。那么苹果的 AI 情况，这次的财报它应该会有所说明。那么我个人对苹果财报后的走势判断大致是这样，我认为它的数据应该不错， AI 的态度也明确，但是呢，它不会疯狂的烧钱，也就是说 iPhone 和中国数据至少不会比预期差，服务继续高双位数的增长，同时在电话会议上给出更清晰的就是 AI 设备 AI 升级的路线，
并且呢，它这里它会把资本开支的一个指引不会拉爆，那么股价我认为是很有必要的去进行一个修复，至少如果它要涨的话，修复到268这里，我觉得还是会有机会的。那么在别人疯狂砸钱的时候，苹果一般来讲它都是比较的克制，这样的话呢，他们用自己一个可控的节奏来做 AI，会是一个安全感的信号。但是苹果这边同时也会有几个雷，就是说如果 iPhone 或者是中国收入的预期不足，或者是它的服务增速再放慢一截，还有就是说 AI 的故事升级上面拿不出有说服力的故事，那么很有可能会掉到240以下的一个支撑，到时候我们再来看应该如何进行一个解读，以及对大盘的一个影响。那么我们回到技术面来分析一下现在的股价，以及之后我们应该如何去看待这些个股哈。我们现在来讲一下指数今天是被权重给砸下来的，我们可以看就是说今天是从上沿滑下来，盘中今天 SPY 最高是来到了697，那么最低是打到了684，那么现在是在691附近来回的晃动，等于说从冲高到回吐，回到了一个多空都能够接受的一个位置。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距离，就是目前为止标普 SPY 可能会进行波动的一个距离，上方呢就是在698到701这一段，今天冲不过去就说明多头它现在不愿意在高资本开支的蓄之下来继续的追价，但是呢你可以看到今天低点684这个地方，那么未来一两天再一次向下的一个测试的话，我们就可以去判断到底这一次的一个回调是健康的回踩，还是情绪的一个松动。所以说呢，最近这一段时间大家就看好这个区间，好吗？我觉得我讲的还是比较的清楚了，大家一定都是可以来抓住的。再来就说一下 QQQ。QQQ 这边的话呢，非常的直观，因为今天就是微软这边把这边就是 QQQ 给带崩的。今天最高是来到了633这里，然后呢低点是来到了618，目前收是在大概626这个地方。那么纳指权重的波动会把 QQQ 直接就是拉成这样的一个大阴线。但是呢，你可以看到它的修复区也是非常的简单的，632到636重新站回去，今天的恐慌就会消化掉。但是呢，在618到625这里就是一个比较重的防线。如果说苹果今天给不出惊喜，那么科技权重还会被压估值。那么我们再来跟大家讲一下这几家巨头的一个情况。Meta 在大盘不崩的前提下，它的这个底座已经给你讲得非常清楚了，就是在700这一带，然后呢，它上方的一个压力大概就是在770这附近。微软虽然说急跌不抄底，但是我还是要告诉一下大家，这里呢也是我很早之前画的这个江恩的图形，那么现在已经是来到了一个关键的位置上，你做好一个中长期的计划，分批的进行一个买入，然后呢拿久一点的时间，比方说拿个半年或者是1年，我相信你会有一个非常好的就是盈利的，好吧？那么一定要看自己的耐心能不能承受得住。如果说你的耐心只有那么短短的1-2天，那么你还是跟着我去做 SOXL 会更加的舒服一点，好吧？那么特斯拉，它现在的一个大底，我昨天跟大家也有讲到，就是在380到400，只要说400这一带不破的话，而且呢，现在财报的这边的一个消极的情绪已经散播的差不多了，我觉得特斯拉还是有望继续的进行冲高的，要到500会比较的难，但是到450，我觉得还是有这个空间可以去进行操作的。最后呢，我们来跟大家就是刚刚苹果已经说了，然后再说一下什么呢？我再跟大家讲一下 SOXL 吧。SOXL 的话，目前它的这个走势还是多头的排列，没有太多的需要担心的一个地步。但是我还是要告诉大家，如果说短线这一波跌破65的话，还是有一点点的危险的。所以说我在会员群也告诉大家，做滚动持仓就比较的 OK 了。那么我们会在每天的盘前盘中给大家更新点位，欢迎大家呢来加入我们的会员群，来好好的学习如何赚钱，来体验一下赚钱的快乐。那么如果说大家想在新的一年里面就是加入富途，
好好的来操作盘前、盘中或者是夜盘的交易的话，欢迎大家来加入富途木木。现在它的这个奖励非常的丰厚，入金$100以后有50股的一个返现，并且呢还可以拿到很多的像英伟达、像特斯拉这样的个股。是赠送的，那么欢迎大家用我视频下方描述的链接来开户入金加入。那么今天呢就讲到这里，希望大家呢大跌不要恐惧，好好的进行操作，一定是拿到你想要的一个盈利。也希望大家呢为本视频点赞，我们下期视频再见。